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迎新晚会那天，室友故意剪坏了自己5万块的裙子，污蔑我，还要借着这个机会把我开除。我冷笑一声，看向了台下的我爸。坐在贵宾席最中间的他猛然站了起来，甩出一张黑卡：“5万是吧？给你500万，裙子留下，你滚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开学那天，我直接拒绝3连，拒绝了我爸想用直升飞机送我，塞给我无限额的黑卡，派几个保镖护送我的这3个提议。开什么玩笑，低调才是我的主旋律，不然以后我还怎么和同学之间友好相处？最终经过我和我爸长达2个小时的拉锯战，他决定让魏峰送我去学校，毕竟他是我的同校学长，也方便。我看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也觉得自己过去不现实，只好同意。嘎吱，迈巴赫一转，停在了师大对面的马路上。潇潇，我帮你吧。魏峰说着，下来就要帮我把行李送过去。不用不用。我赶紧摇头，然后皱眉补充：“我说了好几遍了，你别叫我潇潇。”魏峰看着我，无奈地笑了一下，似乎觉得我在闹脾气。我一阵无语。这个魏峰是我爸司机的儿子，跟我也算是一起长大的吧，我倒也拿他当朋友，甚至我爸还有意让他将来进我家公司实习。但唯一让我厌烦的一点就是他总是和我表现得很亲密，但其实我们真没那么熟。碍于面子，我不好意思直接挑明，只能躲着他，暗示他。但是他好像一点儿也不懂。拎着行李走进学校，我忽然有一种如芒在背的感觉。一回头，就看到一个穿着香奈儿的女生站在我身后，用怨毒的目光盯着我。这人谁？我脑袋上浮现了3个大大的问号，还没等我想起来，再一回过神，他已经走了。我也没当回事儿，转头去了报到处。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再次遇见了他，他竟然和我同寝，是我的室友，叫做李飞。我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好不容易迈进寝室的那一刻，好像触发了他的点火装置。噌的一下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鄙夷地看着我。天哪，你带的什么东西？脏死了！什么玩意儿？低头，我看了看自己的行李，Gucci 前段时间的联名款，又看了看我的包 ，Prada 的，哪里脏了？一看就是乡下人。李飞厌恶地看着我，用让人十分不爽的目光上下扫视了一下。捏着鼻子后退2步，怎么会和你一个寝室？一股子骚味儿，恶心。另外2个室友用疑惑的目光打量我一眼，转过了头去，显然没有想替我说话的意思。拎着这么重的行李爬上了3楼，导致我现在喘着粗气，根本没工夫搭理他。找到贴着自己名字的床位，开始一件件的搬行李。谁知道我一回头，就看到李飞捏着鼻子，将我刚放好的衣服全都扔到了洗手间门口。我登时怒了，你干什么？李飞狠狠地踩了2脚，被他扔到厕所门口。我新买的 Givenchy 小香风外套，一堆破烂。宝贝什么？这床位我看上了，像你这样的乡下人，滚去睡厕所最适合你。Givenchy 是杂牌子，破烂，这让我大开眼界。我是比较低调，比较老实，可我也不是泥捏的吧？刚进学校第1天，都要踩我脖子上拉屎了，一口一个乡下人，你以为你自己多高贵？我捡起自己的衣服，快步走过去，一把将它放在我床位上的东西全部扔在了地上，哗啦一声，什么化妆品、裙子散落一地，我一脚全给踢一边去了。还没我家保洁混得好，装什么土大款啊！
谁知道李飞就像发疯了似的，顿时张牙舞爪的朝我扑了过来。你这个贱人，你敢动我的东西？废话，我又不是他爹，怎么可能惯着他这臭毛病？他这样活脱脱像是一个女疯子。我侧身躲开，一把将他推了出去，扑通一声，他摔在了地上。这不怪我，我是正当防卫。啊，好痛！李飞抬起胳膊，手肘上可能是蹭到了地板，破皮了。看到自己手上，他立马转头看向另外2个室友：“你们还在看什么？还不赶紧把我送去医务室！”另外2个室友对视一眼，连忙起身将他扶了起来。这一幕看得我一阵无语，真的，这伤太严重了，必须得去医务室。毕竟去晚了，伤口都愈合了。李飞怨毒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，咬着牙：“赵潇潇是吧？你给我等着！”室友搀着他走了出去。临走之前，一个室友回头看向我，语气中带着怜悯：“李飞的爸爸是支大校长，你得罪了他，以后怎么混？”支大校长算个屁，我还是首富闺女呢。我说什么了？转身继续收拾自己的行李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想笑。一个校长女儿的身份就给她惯得这么无法无天了。她要是首富闺女，估计连亲爹都不会放在眼里吧。全部收拾好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给我爸发了个消息：平安入学之大。我爸回复：闺女，黑卡爸爸放你包里了，千万别忘了，想要啥就买，咱家不差钱。还有那个停机场，爸已经联系过支大了，一定投资一个。好家伙，还真要建停机场。我打开包一看，角落里还真躺着那张无限额的黑卡。果不其然，他还是趁着我不注意给我塞进来了，生怕我受一点委屈。这次的小插曲不能告诉他，不然我都怕我爸把学校给炸平了。还没等我回复，我爸的消息又来了：那个什么骡子的包你不是喜欢吗？爸又给你订了一批，明天让一鸣给你送过去。骡子，爱马仕。我回复：谢谢爸爸。那个一鸣是我爸朋友的儿子，叫做林一鸣，也是我的青梅竹马，也是我学校的，比我大2届。不过他这学期还没来，别问，问就是人在美国。刚下飞机，第2天，我爸要给学校建停机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支大，学校大群里热闹非凡。我靠，停机场真屌啊！不愧是华国首富，真有格局。话说，他建停机场是为了什么？我一边笑，一边看他们议论，最终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：有钱任性。这说的倒也对，可不是有钱任性吗？还没等我乐呵几天，学校通知下来了，迎新晚会首富将会莅临本校，各位新生以寝室为一组，每组最少出一个节目。我就知道我爸一来给我找不少活。李飞同学，这次的表演你可一定要上场啊！教室里，辅导员正在讲台上宣布着这件事，随后看向了我身后。李飞的声音夹杂着高傲：放心吧，我肯定会上的。辅导员欣慰地点点头，毕竟只有你钢琴8级，其他人估计也没什么用。2个室友讪讪的声音响起：是啊，这次只能靠菲菲你了，钢琴8级耶，好厉害！我听着他们恭维的话，一阵无语。钢琴8级，这玩意儿也就对外行人说说吧，在我这个专业10级的人面前，他就是一个刚入行的新手，连钢琴的门都没敲开呢。可能是看到我竟然没什么表示，李飞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哎呀，像某些下等人，只能看看喽。毕竟新生晚会这种事儿，跟他这种乡下人没什么关系，上台了恐怕也只会出丑吧。我没搭理他，
脑瘫一个，砰砰！我的凳子忽然被李飞狠狠地踢了2下，我皱眉回头，你有病！李飞听到我骂他，眼神顿时怨毒起来，随后直接看向了辅导员张导。赵潇潇说了，他也要上台。我啥时候说了？辅导员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，就你表演什么？哎嘿，本来我是不想上的，毕竟我不太喜欢在很多人面前出头，但是偏偏辅导员的眼神轻蔑，刺激到了我，上就上。哦，唢呐吧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当初我提出学唢呐的时候，我爸双手双脚支持我，噗哈哈哈！李飞笑出了声，整个教室回荡着他的笑声。唢呐，笑死我了，不愧是乡下人，就会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有那么一刻，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上不得台面，他说的是唢呐吗？唢呐上不了台面，什么东西上得了？你吗？我顿时面色不善。李飞的神色僵硬了一瞬，随后毫不留情地吐槽：我又不说错，谁会吹唢呐啊？要我说，就应该学钢琴，这才叫优雅。哎呀，我忘记了。他忽然捂嘴一笑，你这么穷，应该学不起吧？我可没别的意思哦，钢琴课一节要150呢，你爸妈估计得打2天工才能把这个学费赚出来吧？150，不好意思，我学的钢琴课都是5万1节的，世界级钢琴大师手把手教的。我学可以，技多不压身，但是在我心里，唢呐的地位绝对是不可动摇的。唢呐的声音难听死了，好像有100只苍蝇在我耳边嗡嗡叫。李飞皱着眉，我盯着他嘲讽的脸，苍蝇啊？我面前不是有一只正在嗡嗡叫吗？李飞的脸色一下子难看起来，周围的同学没忍住，发出了几声嗤笑。你这种下等人懂什么？外国人都觉得钢琴是乐器之王，你的唢呐算什么？李飞咬着牙，我点点头，有道理。那你去国外啊？还待在华国干什么？国外的月亮都是圆的，快去吧，别跟我这个下等人呼吸同一片空气。此话一出，可能是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精神，当即附和我，说得好，崇洋媚外的人滚出华国。我呸，最讨厌这种老牧羊犬。李飞一下子犯了众怒，整个人呆呆地坐在位子上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辅导员立马拍桌子，都给我安静，安静！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没一点主见。菲菲同学是我们支大校长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崇洋媚外呢？说完这话，同学们都坐下了，不再吱声。一席话点出了李飞的背景。刚才还在义愤填膺的同学显然知道得罪不起他，只能压下心中的愤懑。辅导员嘲讽的目光看向我，同学，既然没有那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，不然首富到来，难道看你在台上丢人吗？我不干了，我忍不了了，我今天还就非要上这个节目不可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就是要报名，最少出一个节目，那就是可以多出，我要上。怎么了？身后的李飞回过神来，可能想看我丢脸。没关系，张导，让他上，是你自己要上的，到时候丢人可怪不了我们。丢人是不可能丢人的，这辈子都不可能丢人的。不说其他人，我爸在场，那绝对是第一个站起来给我拍手叫好的人。只要他捧场，别人敢说什么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这次的晚会基本就是为他准备的，丢不丢人就不劳你挂心了。我回头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，辅导员见到李飞都同意了，也只好点头，将我的名字记在了报名表上。下课后，林一鸣给我打了电话，喂，那头传来林一鸣有些清冷的声音，我到门口了，
你爸给你带了好多包，我车都放不下了。我立马回复，我来了。挂断电话，我急匆匆的就往校门口跑。大老远，我看到了倚在车旁的少年，他穿着一身白色休闲装，一只手搭在车前，一只手拿着手机。林一鸣，我飞快地冲过去，他一抬头，我整个人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。咚的一下，他整个人被我撞得一个踉跄，两只手揽住了我的后背，毛毛躁躁的下来。林一鸣清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特别好听。我们已经将近半年没见面了，他去国外看他母亲，昨天才刚到机场。我像个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，瓮声瓮气地问，我礼物呢？林一鸣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，你不下来，我怎么给你？好吧，我不情不愿地从他身上下来，抬头看着他，少年的额头上有汗珠，虽然表情十分淡漠，但是嘴角却忍不住微微翘起。我就喜欢他这又喜欢我又害羞憋着的小表情，可爱死了。他打开车门，里面堆满了各种带着爱马仕 logo 的纸袋子，里面装的都是我爸送我的包。开学礼物。林一鸣从一堆奢侈品中拿出了一个精美的礼盒，递给我，你喜欢的碰。我迫不及待地拆开，里面是一把钥匙，钥匙上画着一道类似于耐克的标志，迈凯伦。我的开学礼物，一辆价值2000多万且有价无市的迈凯伦碰。还有呢？我狡黠地看着他，林一鸣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低头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额头。嘿嘿，我脸红了，他脸比我还红。半年前他要离开，我死活都要跟他去，差点连高考都放弃了。后来他和我约定，回来之后就会员也不给看，嘻嘻。这么多包怎么办？我问。林一鸣看了一眼，砰的一声关上了车门，放着吧。随后他拉着我的手往食堂走，一路上同学都用诧异的眼神看着我，就好像我是什么稀有动物一样。到了食堂，林一鸣照例替我去排队买我最喜欢吃的菜。我坐在座位上，安安静静地刷着手机。忽然，身前落下一层阴影，我一抬头就看到李飞神色怨毒地站在我面前。赵潇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突如其来的谩骂，我懵了。我又怎么了？李飞看着我诧异的眼神，简直像是找到了宣泄口一样。你这个狐狸精就会勾引人。我脸一红，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以前人家都叫我小狐狸精呢。兴许是我油盐不进的样子惹怒了他，他愤怒地大声了起来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勾引别人的男朋友，脚踏两条船，你这个贱人！喧闹的食堂有那么一刻安静了下来，众人吃瓜的目光看向了我。我不理解，但我大为震撼。你确定你现在的精神是正常的吗？母胎 solo 至今，我还一个男朋友没谈过呢，突然就被污蔑成脚踏两条船，这谁忍得了？万一被林一鸣误会了怎么办？你少说废话！李飞的目光恶狠狠地盯着我，仿佛要扑过来把我活活撕碎。不要脸的贱人！说着，他直接从身后路过的人手里端起一碗热汤，对着我泼了下来。这个精神病还真敢下手啊！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眼前就多了一个人影。看到那挺翘的臀型，我确定那人就是林一鸣。你疯了！我的话还没说出口，就见到林一鸣的私人定制上多了一片水渍，还隐约冒着热气。我知道他这套价值数万的衣服是彻底报废了啊！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反应慢了，这次我还没等开口，就看见林一鸣伸出大长腿，
一脚踢在李飞的腹部，这一脚同样没留余地。李飞原本气焰嚣张的脸变成一片惨白，疼得他躺在地上无法起身，只能扯着嗓子喊：赵潇潇，你抢我男朋友，现在还敢和你的奸夫一起打我！这一下子，周围的吃瓜群众都对我投来了鄙夷的目光，好像他们都亲眼看到我抢了李飞男朋友一样。可我真的一脸懵，我什么时候抢了她男朋友？我连她男朋友是谁都不知道。你有被害妄想症吧？我满眼心疼地擦着林一鸣的定制外套，越来越觉得李飞不应该在这儿上学，应该去精神病院进修。英雄救美的这个是我的男朋友，我从始至终只有这么一个男朋友。我知道他长得帅，但你不用这么意淫他吧？一旦认为李飞有精神问题，我不由得就开始担心他是看中了我男人，想要横刀夺爱。我原本还觉得林一鸣这一脚踹得重，这么一想又有些后悔，就应该让他多踹几脚，踹碎这个女变态的梦。李飞满眼恨意地朝这边看过来，那疯狗一般的眼神，恨不能朝我身上咬一口。林一鸣护在我身前，眉眼凛冽，有病就去治病，不要打扰别人的生活。你的那个什么男朋友，我们不稀罕，也请你尽量管束好他，不要让他恶心到我们。将那件昂贵的定制西装脱下来，扔到垃圾桶里。林一鸣拉起我的手，态度坚定。如果让我再听见你侮辱我女朋友的话，等待你的就是我的起诉书。林一鸣拉起我就要离开，可我却看着狼狈的李飞。既然是你家的狗到外面乱咬人，那就请你把自家的狗管好，而不是你自己也像疯狗一样见人就咬。看着李飞的脸色越发苍白，我继续补充：如果可以，我倒建议你去补狂犬疫苗，你这样子真的很像以前被疯狗咬过。拉起林一鸣的手，我和他走出了食堂。林一鸣眉头紧锁，神色担忧。这个女人和你认识？我叹一口气，何止认识，简直如影随形啊！和我同一个寝室的，据说是校长的女儿。不过你也看到了，好像精神状态不怎么稳定。林一鸣深以为然，拉着我去以前常去的日料店吃饭。这倒霉的食堂，恐怕我最近都不会去了。等我吃过饭，回到宿舍，哟，还挺巧，其他3个人都在，只不过李飞被那一脚踹得偃旗息鼓，其他人也没说话。屋里倒是难得的安静。我换好睡衣，刚拿起手机准备跟林一鸣感受一下网恋的气息，竟然就插进来一个电话。我一看，竟然是魏峰，响了几十秒，对方仍没挂断，我也只能接起。潇潇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，刚才是不是在忙？魏峰温和的声音从听筒那边传来。刚和林一鸣一起吃过饭，怎么，有事？别怪我冷淡，我是真不愿意和他来往。魏峰那边沉默了片刻，紧跟着又兴致昂扬地说，是这样的，有一部很有意思的片子上映，我想请你一起去看电影，我去你宿舍楼下接你。我霎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很想直接告诉他，我不想看电影，也不想看见你。不过考虑到我老爹还比较看重这个年轻人，我只能尬笑2声，推辞，不用了，我不愿意看电影。对面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但我已经没有说话的兴致了。我强行开口，打断了他的话，面膜要到时间了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挂断电话，我才长舒一口气，又烦恼起来，该怎么样才能让他明白我跟他并不熟悉，也不想熟悉呢？突然，屋子里的另一个手机响起来，李飞还没等接电话，嘴角的笑都要扯到耳根去了。
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？一起看电影？好呀，我马上就去。李飞轻飘飘地答应了，迅速洗漱，才用了几分钟时间。他甚至还化了个全妆，朝我挑衅地看了一眼。李飞故意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有些人啊，怎么挑拨都没用。现在我要和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。”另外两人立刻追捧：“男朋友对你真好，那你赶紧去约会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你了。”李飞白了我一眼，拿着包摇曳生姿地离开宿舍。我突然间也很好奇，为什么今天都约女孩子看电影？难道是上映了什么卖座的影片吗？那为什么林一鸣没约我？我赶紧拿起手机跟林一鸣发消息，确认他还在宿舍，没有趁机约别的女生，让我头顶草原，我才放心。我一直在想，什么事情能让李飞放弃针对我？这一刻我终于真相了，是万恶的军训啊！站在滚烫的太阳下，我感觉自己身上都要着火了。旁边的李飞也一样汗流浃背，甚至因为脸上涂了化妆品，现在混成一团，像油彩似的，比我还狼狈。所有人原地休息，在太阳下站了度秒如年的30分钟，才总算得到了休息片刻的休息。我差点像凉粉一样原地躺平，周围的同学也都在三两成团的抱怨军训的痛苦。我没说话，我只想多喝点水，一会儿借机多去几次厕所，也算休息了。哇，好帅啊！这个学长就是优秀学员榜上的吧？此起彼伏的惊叹声在我耳边响起。我有些纳闷地循声望去，一个男人手里拎着2瓶饮料朝着这边走来。我突然恨不得立刻开始军训，只因来的人是自来熟魏峰。只可惜我的许愿不太灵，他还是走到我跟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我一瓶水，甚至还拿出了纸巾，笑得一脸宠溺。潇潇，擦擦汗，喝点水，累坏了吧？我还没等说话，耳边就像炸雷一样响起一声尖叫：“赵潇潇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为什么要勾引我男朋友？”叹一口气，我把刚打开的水瓶拧上。怎么？难道李飞的精神问题严重到现在连看我喝水都开始产生被害妄想了？我翻着白眼在周围打量了一圈，这周围除了军训的同学，哪有一个男人啊？目光落在魏峰脸上，我才恍然，对，他也是男人。可是以魏峰的水平，明显勾不到校长女儿吧？又打量了一眼在对面气得满脸通红的李飞，我确定这女人如果没有公开自己的精神病，也算优质女，肯定不可能和我家司机的儿子谈恋爱。李飞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只是喝水而已，哪里勾引你男朋友了？我烦得不行，再这么闹下去，恐怕我在新生里就出名了，而且是恶名。还谈什么低调？军训这么久，我都没和男生说话过，你诽谤人也得有个限度。看看军训的这帮歪瓜裂枣，我都不和他们说话，怎么可能勾引他们？李飞这下子看向我的眼神里，仿佛都能喷出火了。你喝了我男朋友的水，还不是勾引我男朋友？不然他为什么给你送水？水？什么水？我喝的水哪里是她男朋友送的，是魏峰送来的才对。哎，不对，我是不是遗漏了什么？再次头脑风暴一遍之后，我立刻有了答案。我看一眼手上拿着的某宝矿泉水，再看一眼对面的魏峰，这小子很牛啊，跟我玩极限挑战呢。察觉到我的目光落在身上，魏峰把拳头松了又紧，紧了又松。潇潇，我把矿泉水放回原地，取出湿巾擦了擦手。踢腿男送来的水，我还是别喝了，谁知道还有什么恶毒目的？
魏峰一看我的动作，突然也像是被刺激了一样，挡在我跟前，高声呵斥对面的李飞：“你在胡说什么？赶紧滚！潇潇不是你能污蔑的人。”李飞见到魏峰这样，更像是被通了电一样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抽搐起来了，跳着脚骂：“赵潇潇，当着我的面还敢勾引我男朋友，你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，你真恶心！你不就是想让他保护你吗？现在他保护你了，你是不是心里在暗爽？抢别人男朋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你现在已经很有成就感吧？”李飞高声辱骂，我没当回事，甚至无聊到翻白眼。李飞还在继续追着骂：“赵潇潇，你要不要脸？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厚颜无耻的女人，竟然还敢假装自己无辜！”我简直无奈到仰头望天。李飞还真是持之以恒的钻牛角尖，他哪只眼睛看见过我勾引魏峰了？第一，我跟你男朋友不熟；第二，我不是暗爽，是在明爽。我说完这话，朝李飞微微一笑，露出整齐的8颗牙。从小，我爸就说我的牙长得最好看。李飞瞬间更来了脾气，像一发小炮弹一样朝我冲过来，显然想动手。你这个贱人，还敢挑衅我！还没等我开始防御呢，一直挡在我面前的魏峰一改往日温和的模样，抡圆的巴掌直接落在李飞早上才擦了海蓝之谜的脸上，啪的一声脆响，看得我一阵肉疼。我甚至没看到李飞的脸色变化，就被魏峰直接拉着离开了。我没挣扎，出了这么一场大戏，继续留在这儿的人才是最丢人的。我当然要离开，不过才离开操场，我就挣脱了魏峰拉着我的手。潇潇，你听我说。魏峰想开口跟我解释，我抬手制止。你的私人问题我不会管，但是咱们两个不熟，我希望你能够记住这一点，不要再来打扰我。说完这话，我直接回了宿舍，躺在床上摆弄着手机。我心里还有点虚，我对魏峰说的话不礼貌，但也是我一直想说的，今天也算是如愿了。不过这话要是让我爸知道，肯定会觉得我仗势欺人。微信有新消息，我点进去，竟然又是魏峰。我点开消息，里头是他听起来十分诚恳的语音：“对不起，潇潇，我真诚地跟你道歉。我不知道你一直被李飞这样针对，也不知道你因为我受了委屈，很抱歉。如果你有空的话，我想晚上请你吃饭，就当是给我个机会赎罪吧。你今天晚上方便吗？”连续3条语音，从最开始的低落变成后来的期待，让我不得不感慨，魏峰这小子是个人才，不应该读书，应该去做演员才对。我懒得发语音，在键盘上飞快打字：“我们不熟，不要叫我的小名，请管好你的女朋友，不要让她像疯狗一样随便咬人。饭我就不吃了，我没兴趣。”我放下手机，躺在床上，准备好好睡一觉。可魏峰却像是察觉不到我的拒绝，又回了消息过来：“很抱歉，这件事情我会解释清楚的。我们两个已经不是男女朋友了，我会去找他谈谈，让他不要找你的麻烦。”看到这消息，我直接把手机按了关机。劈腿男的消息我才不回，等到我一觉睡醒，竟然已经到了午休时间。2个炮灰室友正在手上涂抹护手霜，还不忘不时地用眼神打量一下他们的公主殿下，而李飞则是一个人坐在桌子前抽泣。不知别人什么感觉，但我躺在床上听着他哭泣，却感觉像是在给我哭坟。从床上爬下去，我换好衣裳，准备找林一鸣一起吃饭。这哪是宿舍，简直是高密度雷区。令我更加惊讶的是，
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李飞竟然没主动找茬。看了一眼正抱着纸抽和哭泣的李飞，我有些纳闷，难道是他把自己脑子里的水都哭出来，现在智商恢复正常了？更令我觉得惊讶的是，在往后的几天里，李飞竟然就像是对待空气一样无视我，根本没有找茬的模样。我实在没忍住，偷看李飞好几天，他都一切如常。可在李飞身上，一切正常，不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吗？看了好几天，他都是一副高傲若白天鹅的样子，让我忍不住怀疑，他是去安定医院治过病了。这样的安稳一直持续到新生晚会那天早上，还不等我起床，就听见寝室里那2条哈巴狗在不停地追捧李飞。哇，这件衣服也太好看了吧，和你好配啊。那当然啦，还是名牌呢，除了你，别人谁也配不上。两人巴结的声音扰得我睡不好。我侧头打量了一眼，李飞穿着香奈儿小黑裙，这条裙子我看过，开学前商场销售把画册送到我家，我嫌弃这条看起来太风尘，没选。没想到他穿上了。新生晚会是晚上举行，用得着一大早就穿裙子嘚瑟吗？我翻了个白眼，翻过身继续睡觉。晚上我踩点到了会场，见到后台一群人正在疯狂恭维李飞。当然，这些人的文学造诣可能有限，说来说去还是那2句话。我从人群中走过，背着我的唢呐在后场的位置坐下。我的节目排在了开头，肯定是怕同学们睡着，绝对不是嫌弃我的乐器。肯定是这样。我刚放下手里的唢呐，就听见外头有人在喊：哇，你们赶紧出来看，首富来了！原本在后台的同学都一下子跑了出去，整个后台安静到只剩下我和李飞。我用清洁布擦拭着我的唢呐，不愿意看李飞一眼，可这并不代表他不来找茬。穿着黑色礼服裙的李飞走到我旁边，慢悠悠地转了个圈，语气得意：怎么样？我今天穿的这条裙子漂亮吗？我看了李飞一眼，忍住了自己想骂人的话。他是不是没人炫耀了？竟然拿这话来问我。我没有回答，李飞却也不气馁，竟然再次拎起裙摆笑起来。这条裙子是今年香奈儿的新款，好几万块呢，你肯定买不起，所以也只能看看了。李飞朝我露出一个笑脸，神色中更加得意。不过我不是个记仇的人，尽管咱们2个合不来，但我还是会给你面子。等今天的演出过后，我就把这条裙子送给你，好不好？我看了一眼李飞，翻了个白眼，没说话。算了吧，他送我裙子，还不如我家保姆送我一套房子可信度高。见我半天都没反应，李飞一改方才的笑脸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赵潇潇，你记住，所有跟我抢男人的人都不会得到好下场，你也一样。说完这话的李飞才离开这里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只能长叹一口气。他要是把坚持找茬的这份毅力放到学习上去，估计都是清北选手了。不耐烦跟他浪费时间，我收拾了自己的东西。他不走，我走。很快就到了我表演。我拿着唢呐上台，朝台下一鞠躬，一曲《百鸟朝凤》响彻整个礼堂。我清晰地看见台下的几位领导原本有些纳闷，可是在看见我爸一脸笑容的时候，他们也都跟着调出自己最佳的笑容来，甚至还主动带头鼓掌，仿佛我吹的不是唢呐，是仙乐。一曲结束，我朝台下深鞠一躬，在我爸的带领下，又爆发出了一阵激烈的掌声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准备下台。主持人从另一边上台，准备为下一个节目做播报。
结果却被人抢走了他手中的话筒。话筒发出一声尖笑，吓得周围的人都捂住耳朵，所有人都朝台上看过来。赵潇潇，你给我站住！我停住脚步，这声音实在太熟悉了。李飞是不是今天没吃药，竟然在万众瞩目的晚会上找我的麻烦？我朝台下看了一眼，果然见到我爸神色一肃，似乎对眼前的形势很不满。几位主任有些慌张地看了两眼校长，想要站出来说话，却又没动作。李飞趁此机会捏着话筒走到台前：“赵潇潇，你平时针对我就算了，今天是新生晚会，你还要在这种情况下毁了我的衣服，借此不让我演出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”听了这话，原本只想快点离开这里的我，瞬间就来了脾气，转过头，也大步朝台上走过去。这个精神病，倒打一耙倒是有本事，到底是谁过分？他像条疯狗一样死死咬着我，趁各种机会打压我，难道不是他过分吗？转过身，看到李飞身上穿着的小黑裙上面破了好大一个口子，再对上李飞满脸得意的眼神，我终于明白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了。这条裙子当然得给我了，因为这条裙子已经没办法再穿第二次了。李飞，你什么意思？李飞满脸得意地看我一眼，拎着裙摆说：“你嫉妒我的乐器比你的高雅，为了不让我露面，干脆毁了我的裙子。这样恶劣的人品，我们学校哪里能容？我现在请求诸位校领导开除赵潇潇，以正校园不正之风。”听他反咬一口，指鹿为马，我差点气笑。谁才是校园的不正之风？难道他自己不清楚吗？众位领导面面相觑，最后也只把目光投向了坐在中间的李校长。李校长脸上满是窘迫之色，必定觉得我们丢人。我把目光投向了贵宾席上坐着的人，传说中的首富。我爸正双手环胸，饶有兴致地朝这里看着。李校长给了周围的几个人一个眼神，一直在外面站着的教导主任立刻两步走上礼堂台阶，拿过李飞手里的话筒，笑着说：“很抱歉，因为这点矛盾引得大家都不开心。李飞同学向来品学兼优，在学校名列前茅，也是我们重点培养的人物。而赵潇潇学习态度消极，军训也耍滑，这件事情我们会进行严肃核查，一旦确认属实，将会由赵同学赔付李同学的损失，并且开除赵同学学籍。请同学们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交代。”李飞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我冷笑一声：“是啊，她是校长女儿吗？肯定要让她觉得公平，不就是拼爹吗？谁还没有个好爹了？”我看向台下贵宾席上坐着的首富，微微一笑：“爸，你要是在看戏，你女儿可就连书都没得读了。”李飞愣住了，他实在没想到我这现场认爹的操作，忍不住嘲讽：“下面只有我爸爸，可没有你爸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”我翻了个白眼，而后在万众瞩目之下，传闻中的首富主动站起来，对我露出一个笑脸：“潇潇，不要生气，有爸爸呢。”台上只有我和李飞两个人，李飞无比确认自己的父亲是谁，所以在看到首富竟然起身的时候，他脸上就写满了尴尬。等到我爸说完话，他更是一脸无法接受的表情：“怎么可能？你不是一个乡下丫头吗？首富怎么可能是你爸？”我抱着唢呐笑了。风水轮流转，轮到我这个小人得志了吧？我也不想的，可你非要拼爹，我也只能把我爸请出来了。李飞伸出手指着我，手指都在颤抖，声线更是紧绷。
仿佛下一秒就会崩溃。怎么可能？你明明就是一个没教养的乡下人而已。我爸的脸瞬间就拉下来，他只有我一个女儿，自然听不得别人说我半句不好。李校长在旁边察言观色，也顾不得心疼女儿，立刻一挥手，叫2个人到台上把李飞拉下来。李校长转头，一脸尴尬地跟我爸道歉：“赵先生，真不好意思，不知道令千金就是这个小姑娘，怪不得令千金的唢呐吹得这样好，简直惊为天人。”见到我爸没说话，他紧跟着又补充：“今天的事是个误会，我们会加强对学生的管理。赵小姐既然受了委屈，学校自然也会给赵小姐补偿。”我立刻就叫人给赵小姐调一个独立单间，一切设备都按最好的来。我爸冷哼一声，他是习惯商场谈判的人，自然比校长强不少。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我都没舍得让她受过一点委屈，在学校却被人这样欺负。这句话音刚落，我在台上都能清晰地看见，顺着李校长的脸颊流下硕大的汗珠。这件事情解决不好，别说是投资建机场，就连以前的那些投资，我都一并要回来。我给贵校投资了这么多钱，可不是让我女儿受委屈的。李校长一肚子的火气，在听见李飞还在挣扎不休的时候，立刻回身暴喝一声：“闭嘴！都是你妈把你惯坏了，养成你这么骄纵目中无人的性格，还不赶紧给赵小姐道歉！”李飞挣脱开想要拉住他的人，朝着我看过来，又含着眼泪对李校长一脸不满的告状：“爸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赵潇潇抢了我的男朋友。开学第1天，我亲眼看见他从我男朋友的车上下来的。”听了这话，我才明白前因后果。开学那天，魏叔没空，魏峰开了我家的车来送我。面对我爸纳闷的眼神，我笑着回答：“李飞，你的男朋友是我爸司机的儿子，那也是我家的车，他只是司机而已。我家的司机送我上学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”没想到这话竟然引起了比之前更大的轩然大波，礼堂里顿时传来一大片窃窃私语。李飞仍不可置信地反驳：“不可能，那是最贵一级的迈巴赫，是魏峰家里的车，他开了整整3年。”我这才知道，原来我家还有一辆迈巴赫一直被魏峰使用了。面前的女人已经接近崩溃了。我不愿意和李飞多说话，目光在周围一打量，看到了正在台下一角的魏峰，我直接开口：“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和他说的，但是现在我要你说真话。”魏峰原本白皙的脸皮霎时涨得通红，无数人打量议论的目光都落在他身上。我笑着说：“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但是我家的车很多，就连保姆的买菜车都是奔驰、迈巴赫而已。你如果不提，恐怕我还想不到会有一辆车被你男朋友私自用着，是吧？”魏峰窘迫至极，恼羞成怒之下，他竟开始指责李飞：“如果不是你为了充面子，难道我会去开别人的车吗？还不都是因为你嫌贫爱富？”李飞却冷声一笑，嘲讽道：“原来你只是个司机的儿子，根本不是什么富二代，怪不得那些家庭普通的小姑娘追不到你，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凤凰男。那你是什么？嫌贫爱富的公主病？”两人在礼堂吵了起来。就这两人吵闹不休之时，魏峰的父亲跑了过来，上前一个嘴巴，立刻用行动制止了魏峰口出狂言。魏叔跟在我父亲身边几十年，从没有像今日这样卑微过。他眉眼之中带着几丝泪意，哽咽地说：“先生，真是抱歉，因为我这个不孝子，
给小姐和您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，还差点毁了小姐的名声。但是请您看在我这些年都尽忠职守的份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这孩子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，您行好，给我们一次改邪归正的机会。看着他老泪纵横的模样，我也十分心疼。不过我爸这人，我太了解了，他向来公私分明，没有要求魏峰赔偿这些年偷开车的损失，就已经是他大方了。果不其然，我爸眉头锁得死紧，这才开口：老魏，咱们两个一起并肩战斗了20年，这些年来，你工作上的失误，我都一直尽心包容。司机可以随时再找，做这项工作的人很多，但我顾虑着你年纪大，孩子又在读书，所以才坚持用你。可现在，你儿子不只是偷开车这一个问题，还狐假虎威，甚至纵容自己的女朋友伤害我女儿。你跟我这么多年，应该知道潇潇是我心尖上的宝贝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留你？魏叔一下子就愣住了，也落下几滴泪。我爸叹一口气，很客气地说：这些年你跟着我，的确劳苦功高，我额外多发你1年的工资，顺便把你儿子偷开的那辆迈巴赫送给你。但我希望从此以后你都不要出现在我眼前了，包括你的儿子。魏峰这才愣住，可大约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么多年乖乖表现，才换来我父亲想要让他到集团工作的机会，可如今却又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赵叔，魏峰还想开口求情，魏峰的话刚一出口，就被他爸爸拦住。魏叔沉着脸想了半天，才后退半步，态度恭敬地朝我爸鞠躬：赵总，感谢您这些年的照顾，希望您事业一路长虹，小姐平安幸福。说完这话，魏叔拉着不愿意离开的魏峰，强行离开了大礼堂。我偷偷伸出手朝我爸点了个赞，果然是我爸，恩怨分明，不因为这些事连累其他人。可我爸转头看向李校长的眼神就更加不一样了。李校长，说句庸俗的话，令千金身上穿着的这件礼服裙，我女儿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，不就是一条裙子吗？不要说不是我女儿画的，就算是我女儿毁的，我也能100倍赔偿。可是你女儿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，可就太过下流了吧？难道这就是大学生的是非观念吗？李校长心虚，连连点头，笑着说：对，这件事情一定是李同学不对，我们会加强学生的思想建设。李飞还想辩解，却被李校长的一个眼神制止。不过这个解决方法可远不足以让我爸解气。忘了说，我爸这人心眼小，最喜欢做的事儿就是赶尽杀绝。我爸笑着把目光投给了旁边的副校长，主动问：按照张校长的意思，这件事情又该怎么做呢？我即使站在台上，都能清晰地看见副校长激动的身子一哆嗦，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，立刻笑着跟我爸说：栽赃陷害比故意毁坏衣服情节还要严重，前者是行为恶劣，后者是居心叵测。既然李同学之前要求开除掉赵同学，现在确定了真凶，自然也应该按照一样的方法处置。言下之意就是李飞必须退学。在女儿和前程的抉择之下，李校长也不得不低头，笑着说：我一会儿就批复他的退学申请，保证让赵小姐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不懂事的人。李校长偷眼打量了一下我爸的神情，见他神色仍然凝重，主动说：关于赵小姐的事儿，还得亲自跟赵先生和赵小姐道歉，这事儿是我们的工作失误。李校长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我爸抬手制止了。李校长，我不愿意听假大空的空话，
我只看行动就是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说完这话，我爸走到台下，朝我伸出手，我拉住他的手，从台阶上跳下去，高高兴兴回家去喽。坐在车上，我爸对我一脸的心疼，也在没有人前端着的手副驾驶，像个老妈子一样不停地碎嘴。我就说你要高调一点，你非要玩什么低调，结果差点被人欺负。这几天我看你也别上学了，就在家里好好休息休息吧。我叫李嫂给你加安神的汤水，我没有拒绝，家里当然比较舒服，正好赶上国庆假期，我在家里妥妥躺了3天。等我再回学校，是林一鸣在门口接的。听我问起学校的事儿，他神色平静地说，李校长任职的履历好像不太干净，提前申请退休了，副校长成了现在的校长，还给你额外换了一间单间宿舍呢。这下你恐怕不能低调了。我点了点头，低调与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现在过得舒服。林一鸣和我去收拾寝室里的东西，刚一开门，那2个室友就主动凑过来，一边帮我忙上忙下地整理东西，一边有些羞愧地说，之前对你那么冷淡，是我们不好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给你道歉，你别生气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拉着行李箱离开了。一路上遇到的同学对我都格外亲近，热情主动地打招呼。到了新宿舍，林一鸣帮我铺床，纳闷地问，你这么轻易就原谅他们了？我笑笑，狮子不会因为犬吠回头，我本就不在意，当然谈不上原谅。林一鸣回头看我一眼，眼里有些担忧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到底是受了多少罪？看着林一鸣心疼的眼神，我上前拍拍他的肩膀，安了，我会是吃亏的人吗？林一鸣这才松一口气。我站在窗口向下看，我反而更同情他们，为了看似光鲜的生活，不得不昧着良心趋炎附势。林一鸣站到我身边，问，那你呢？我嘿嘿一笑，钻进他怀里。有时候我真同情我的敌人，他们看不惯我，却又干不掉我。我看着大包小包的行李，也觉得自己过去不现实，只好同意。别林一鸣这才笑起来，回抱住我，声音坚定的，更像发誓，潇潇，我永远不会让你屈居人下，3年之内，我会成为下一个首富，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回家。在这样柔情蜜意的时刻，我却拿出手机，我给我爸打电话，告诉他你要篡位。林一鸣抓住手机，捧起我的脸，眼里全是我的影子。你可能要先等一等了。什么意思？我还没反应过来，林一鸣的俊脸就在我面前放大，直接亲了过来，直到手机掉在地上，我才恍然大悟，臭小子，为了制止我告密，居然用了美男计。别说，我还真吃这套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